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满讲坛。今天呢开始降温了，温度好像夜间达到了这个接近0度。那我们这个满园子的这个耐寒蔬菜呢，也开始准备，就是陆续的话，采取2个措施。第一，采取保温措施，待会儿我们就给它保温。第二个呢，从这个耐寒性稍差一点的品种先吃起。这些品种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耐寒是肯定的，但是呢，它们也是这样，就是必须经过2、3次霜冻后，这口味才慢慢变甜。那这些品种说起来的话，那大萝卜算其中耐寒性稍差一点的，它可以经霜冻，但是呢，不能低于零下3度。那我们2个办法，一个是让它霜冻后继续吃，这样的口味会非常甜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采取适当的保温措施，那就说在气温零下3度的时候，那我们保温措施以后，它的温度可以夜间最低时候可以比露天要高出这么3到5度，那这也可以帮助它就说抵抗低温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从萝卜起，看看这个萝卜。这个萝卜的话，我们先扒一个看看。这个绿萝卜叶子长得很好，但是有点小。看这个大白萝卜怎么样？哦，找到一个大的。好，咱们先把它扒起来。哦，不容易，慢慢扒。哎，扒起来。那看了这个萝卜的话，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4点经验。这第一点的话，我们刚才看那个绿萝卜的大小的话，大概只有这个的1半大不到。那这就是说，我们同时播种的东西，2个不同品种，为什么差距那么大？同样的水培条件，这就说明这个品种选择非常重要。这是第一点。那我们这个种子的话，都有2个品种都是从这个 West Coast Seeds 买的。它的话，它也算加拿大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种子公司，有信誉的一个种子公司。那也就是说，它的种子出来，那适应这个寒冷的天气是没有问题的。只是说这个差距，根据我的理解，应该是这样：就是绿萝卜它发育时间慢一点，那我们播种时间可以稍微提前一点，比白萝卜提前一点。再一个的话，它绿色的话，往往耐寒性更强一点，那我们就在它留到后期再吃它。我们先从白萝卜吃起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播种时间，我看很多网传资料说，9月份可以播种，10月份可以播种，冬天可以播种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这个说法是有冲突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讲耐寒，不是为了单靠耐寒而已，否则的话，你往地里面埋2个马铃薯啊，埋2个红薯，那它在地里面也不死，明年肯定出来。但是呢，那耐寒没意义，得有产量。我们指的耐寒是一定要在这个冬天最冷的时候，11月到2月底3月初还有菜可以收获，这才叫耐寒的品种。这是我的观点。那我们现在种了这园子菜，可不可以？根据我的安排，那肯定可以的。最后一个菜，芹菜，就是耐寒性最强的，我要让它到这个2月底3月初依然有收获。那咱们耐寒性差一点的萝卜，现在开始收获，这20多个萝卜，30个萝卜的话，那也够我们吃一阵子。好，这是品种。那播种时间的话，我这个播种时间我是在7月15号播种的，当时这块是刚好是所有这个瓜果蔬菜拉芽拉的最早的一个。我记得在6月底7月初，西福路开始有这个白粉病了。那把西福路拉了以后，首先就是种的这个萝卜。那7月15号播种，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对的。那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，头伏萝卜，2伏芥，3伏种白菜，我全部是按照这个安排的。那头伏今年刚好是在7月15号，那这个播种时间是对的。我们以后还是遵循这个播种时间。那第3一点的话，过去我在文华种过，就是萝卜的话，它有一个毛病，就是首先的就是根区的问题。那看最近有不少人，他萝卜是也扒出来了，也长大了，但是拉开一看，里边是腐烂的，那就是根区咬的。那根区什么东西呢？根区是一种鹰类的，就像苍蝇一样的，它叫金鹰科的这个苍蝇，来土里面找这个腐烂的物质产卵。那个卵出来以后，
它变成幼虫。如果这个时候刚好遇到这个大白菜的根啊、萝卜的根啊，它就开始吃。那往里面住进去，受伤以后咬伤伤口，那个萝卜白菜就烂根了，这叫根蛆。那个蛆的话，跟苍蝇的蛆也差不多一样大小，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毛病。那怎么办呢？防治根蛆就靠2点。第一，咱们这个地一定要非常干净。所谓干净的话，就是在种萝卜的时候，千万别往里头放这种没有沤透的有机肥，像鸡粪这些都不可以，一定要保持地干净。第二个，要插黄板，捕捉这个精英，捕捉它成虫，减少它产卵的机会。现在看来的话，我们这个根蛆的预防是成功的。那另外一个毛病是大根病了，大根病的话也是十字花科的一个毛病。那咱们这个记着，就是今年在这种萝卜以后，明年不可以在这里种萝卜，记住这一点就好了。那施肥的话，我就是塘播的，每塘里边放了3颗籽，3颗籽出来以后，把它到了3周小苗长到那么高的时候，把它建苗建了，留1颗留下来。因为这个珠函菌的话，它个头很大，珠函菌现在我觉得还稍微密一点，明年可以细一点，大概掌握在函距40公分，株距40公分这个样子，就挺理想。那最后一点就是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萝卜分叉了，按道理它不应该分叉，那明年一定要做改进。什么改进呢？那它分叉就说明它这个生长的阻力有点大，这个土壤质地还是有点不够疏松。那明年咱们改进，往里头掺这个mushroom manure， 让土壤变得抛松。同时的话 ，mushroom manure 的话带一定的碱性，那它肯定是可以就是有改善的。要让这个萝卜如果没有阻力的话，它应该是那么长，直直一大个，而且是平直的。继续再拔一个看看，这一个，哎，这个下边好一点，对，这个下边终于根比较好了，可能刚好这一块土壤比较疏松，这是标准的这个萝卜的形态。肥料的话，我打坑以后播种以后，就是每塘的用量是用了50克的 Growth Stimulate。这个的话，我看中它的土壤化就是干净，不会引起其他问题。如果你往里头放这个牛粪啊、羊粪啊或者是鸡粪啊，那根蛆的问题就会出来了。剩下的把这几个问题解决好以后，就是品种选择好，播种时间掌握好，然后肥料用好，根蛆防治好，大根病这个轮作防治好，那基本上这个种萝卜就没有问题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